睡前听完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《聪明的投资者》。交易大厅里，那个穿着旧西装的男人死死盯着报价机，纸袋吐出的声音像蛇信子一样嘶嘶作响。他手里的铅笔已经被汗水浸得发滑，指节因为用力过度而泛白。明明骨架还在跳动，他的呼吸却像是被什么东西扼住了，喉咙里发出干涩的咯咯声。这种盯着数字起伏却感觉灵魂正在一点点被抽干的窒息感，像极了我们在无数个加班深夜看着银行卡余额变动，明明没做什么大错事，却总觉得下一秒就要被生活抛弃的恐慌。书里还有一个让我愣了一下的地方，格雷厄姆并没有一上来就教我们怎么选股，怎么看财报，而是先讲了一个关于市场先生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太有名了，甚至可以说是整本书的灵魂，但每次重读，我都会在新的年纪读出不同的含义。想象一下，你和一个叫市场先生的人合伙做生意，这个人有点情绪不稳定，甚至是躁郁症。每天早上，他都会跑来敲你的门，报出一个价格，要么想买下你手里的股份，要么想把他手里的股份卖给你。有时候市场先生心情大好，觉得世界充满了希望，未来的阳光灿烂无比，他就会报出一个高得离谱的价格，恨不得立刻把你手里的这点份额全部买走。这时候你看着他那张兴奋得通红的脸，听着他语速飞快地描绘着宏伟蓝图，你会不会心动？会不会觉得既然他都这么说了，那我的资产肯定值这么多钱，赶紧卖给他赚一笔？而另一些时候，也许只是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雨，或者他早上喝咖啡烫到了舌头，市场先生就会陷入极度的悲观。他觉得世界末日马上就要来了，公司明天就要破产，他会颤抖着双手报出一个低到尘埃里的价格，求着你买下他手里的股份，哪怕白送都行。格雷厄姆在这里用了一个特别精准的比喻，他说，市场先生的报价反映的只是他的情绪，而不是企业的真实价值。这个细节特别戳人，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在股市里，在生活中，其实就是那个被市场先生牵着鼻子走的合伙人。我们看到别人赚钱了，看到新闻里一片叫好，就像看到了心情大好的市场先生，于是我们也跟着兴奋，跟着冲进去，生怕错过了这趟快车。一旦市场跌了，看到周围人都在哭丧着脸，我们就变成了那个惊恐万状的合伙人，觉得天都要塌了，赶紧割肉离场，生怕再晚一秒就一无所有。我读到这段的时候，真的忍不住叹了口气，因为我们太容易把别人的情绪当成自己的事实了。就像你在办公室里，领导今天脸色不好，你可能就会想，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，是不是要被裁员了，整个人一天都魂不守舍，工作也干不下去。或者朋友圈里大家都在晒升职加薪，晒豪宅名车，你就会觉得自己特别失败，特别焦虑，恨不得马上也去搞点快钱。这种情绪的传染比病毒还要快，还要致命。格雷厄姆告诉我们，面对这样一个情绪不稳定的合伙人，你只有一个选择，那就是利用他，而不是被他利用。当他疯狂地报出高价时，你可以冷静地把股份卖给他，落袋为安。当他绝望地报出低价时，你可以从容地从他手里买入，捡拾便宜。关键在于，你不能让他决定你的情绪，不能让他决定你对这家公司的看法。你要心里有一杆秤，这杆秤称的是企业真正的价值，是它到底能赚多少钱，有多少家底，而不是市场先生今天心情好不好。这个概念听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却难如登天。因为在那些时刻，市场先生的情绪是具有极强的感染力的，那种集体的狂热或者集体的恐惧会形成一种巨大的气场，让你觉得
如果不随大流，自己就是个傻子。书里提到了一个真实的案例，那是20世纪20年代末的大牛市，整个美国都疯了，连擦鞋童都在谈论股票，所有人都觉得股价会永远涨下去。那时候的市场先生简直就是个狂喜的疯子，他报出的价格一天比一天高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天才，只要买进去就能发财。但是格雷厄姆和他的伙伴们却在这个时候感到了深深的不安。他们拿着计算器一遍遍地算着那些热门股的市盈率，算着他们的股息率，发现这些价格已经完全脱离了地心引力，没有任何实际的价值支撑。可是当他们试图提醒别人的时候，却被嘲笑是老古董，是不懂新时代的逻辑。那种孤独感，那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，是非常折磨人的。你明明知道前面是悬崖，但所有人都在往前冲，你还得站在那里忍住不去跳，甚至还要反过来劝别人别跳。这就是投资中最难的一刻，也是人生中最难的一刻。如何在群体的疯狂中保持清醒？我们生活中有多少这样的时刻？当所有人都去考公，去考研，去买房，去追逐某个风口的时候，你敢不敢停下来问问自己，这真的是我需要的吗？这真的适合我吗？还是我只是害怕被落下，只是被那种集体的焦虑裹挟着向前跑？格雷厄姆说，真正的投资者必须具备一种特殊的性格特质，那就是既要在人群中保持独立，又要在孤独中保持坚定。接下来，书里讲到了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概念，叫做安全边际。这个词现在已经被用烂了，很多人张嘴闭嘴就是安全边际，但真正理解它的人可能并不多。格雷厄姆是怎么解释的呢？他没有用复杂的数学公式，而是打了一个非常生活化的比方。他说，如果你要开车过一座桥，这座桥的设计承重是10吨，那你开过去的车最好只有6吨重，这中间多出来的4吨就是你的安全边际。为什么要留这4吨的余地？因为你可能估算错了，桥的强度，也许桥老化了，也许今天的特别大，也许你的车实际上比你以为的要重一点。如果没有这4吨的余地，一旦有任何一点意外的偏差，桥就会塌，车就会掉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而在投资的世界里，这座桥就是企业的价值，你的车就是你的买入价格。如果你计算出一家公司的内在价值是每股100元，那你最好在它跌到60元、70元的时候再去买，这中间的差价就是你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缓冲垫。这个画面感太强了，我仿佛能看到那个在暴风雨中开车过桥的人，因为车里留足了余地，所以即使桥身晃动，即使风雨交加，他依然能稳稳当当地开过去。而那些没有安全边际的人，就像是开着一辆满载的卡车，小心翼翼地走在临界点上，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，稍微有一点计算失误，就会万劫不复。我们在生活中其实也急需这样的安全边际。想想看，多少人每个月月光，甚至透支信用卡消费，手里没有一点存款，这就是没有了财务上的安全边际。一旦失业，一旦生病，哪怕只是家里电器坏了一个，生活瞬间就会崩塌，整个人就会陷入极度的恐慌和混乱。又有多少人把所有的精力都压注在某一段关系上，或者某一份工作上，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，没有发展其他的技能，没有建立其他的社交支持系统。一旦感情破裂，一旦职场变动，整个人生就失去了支柱。格雷厄姆在书中反复强调，预测未来是不可能的，没有人能准确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明年经济会怎样，哪家公司会崛起，
哪家会倒闭？既然未来是不可知的，那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在当下留出足够的余地。这不是保守，这是智慧，这是一种承认自己无知，承认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谦逊。只有承认自己可能会错，才会去预留犯错的空间。书里有一个细节特别打动我，格雷厄姆提到他在大萧条时期的一些经历。那时候很多曾经辉煌的公司在短短几年内就破产了，股价跌得只剩零头。但是那些遵循安全边际原则的投资者，虽然也遭受了损失，但他们活下来了，因为他们买的时候足够便宜，即便企业的经营状况比预期的还要糟糕，他们依然有机会回本，甚至盈利。而那些在高点冲进去的人，哪怕企业只是稍微表现不佳，他们就彻底爆仓了。这让我想到，我们现在的焦虑，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要得太满，容不得一点差错。我们希望每一份努力都有回报，希望每一个决定都正确，希望每一天都完美无缺。一旦事情稍微偏离轨道，我们就崩溃了，就觉得自己失败了。其实如果我们能像格雷厄姆说的那样，在心里给自己留出一个安全边际，允许自己犯错，允许生活出现意外，允许结果不如预期，我们反而会变得更从容，更强大。比如你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，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排满，留出一点缓冲时间，以防突发情况。你在规划职业生涯的时候，不要只盯着一条路，多学点别的技能，多条腿走路。你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，不要对别人抱有完美的期待，接受人性的弱点，这样你就不会因为别人的一个小错误而暴怒或失望。这些看似微小的余地，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护城河。讲到这儿，我想起书中另一个故事，关于防御型投资者和进取型投资者的区别。格雷厄姆并没有要求每个人都成为股神，相反，他非常诚实地指出，绝大多数人，包括他自己的大部分时间，都应该做一个防御型投资者。什么是防御型投资者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不想花太多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股票，不想整天盯着盘面，只想获得一个合理的长期的回报，同时保证本金的安全。对于这样的人，格雷厄姆给出的建议简单的让人惊讶：买入一个分散的组合，比如指数基金，然后长期持有，不要频繁买卖，就这么简单。对，就这么简单。但他紧接着又说，这简单的事情做起来却最难，因为人性总是忍不住想要做点什么，想要战胜市场，想要证明自己的聪明。每当市场波动的时候，防御型投资者就会受到诱惑，想要变成进取型投资者，想要去择时，去选股，去博取更高的收益。书里描述了一种典型的心理状态：当市场上涨时，防御型投资者看着别人赚得盆满钵满，心里就开始痒痒，觉得自己太保守了，太傻了，于是忍不住冲进去追高。当市场下跌时，他又开始害怕，觉得还是落袋为安比较好，于是又在低位卖出。这一进一出，不仅没赚到钱，反而亏了不少手续费，还搞坏了心态。格雷厄姆说，这种人其实是两头挨打，既没有享受到防御的安稳，也没有得到进取的收益。这个场景太熟悉了，简直就是大多数散户的真实写照。我们总是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，总觉得自己是那个例外，总觉得这次不一样。我们看不起那些笨笨的、慢慢的策略，总想找捷径，想一夜暴富。结果呢，往往是在不断的折腾中，耗尽了精力，也耗尽了本金。格雷厄姆在这里给了一个非常温暖的建议：承认自己的平凡，接受普通的回报，这并不是羞耻的事情。他说，如果你不愿意，
或者没有能力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深入研究企业，那么老老实实的做一个防御型投资者，通过定投指数基金的方式参与市场，是最明智的选择。这不仅是为了保护你的钱包，更是为了保护你的生活质量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看盘，心情随着 K 线图上下起伏，吃饭想着股票，睡觉梦着股票，那你的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可言？你成了股票的奴隶，而不是主人。我读到这一段时，感到一种深深的释然。在这个崇尚财务自由、快速致富的时代，格雷厄姆居然告诉我们，可以慢一点，可以笨一点，可以承认自己不行。这种包容，这种对人性的深刻理解，真的非常治愈。他不是在教我们怎么发财，而是在教我们怎么过好这一生。他告诉我们，投资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全部。我们的幸福不应该建立在账户数字的波动上。书中还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叫做 Hamster Market 之外的自我约束。除了利用市场先生的情绪，投资者还需要建立一套严格的纪律。格雷厄姆建议，无论市场如何波动，都要坚持自己的资产配置比例。比如，你决定股票和债券的比例是50%对50%，那么当股票大涨，比例变成了70%对30%时，你就应该卖出部分股票，买入债券，让比例回到50%对50%，反之亦然。这个操作听起来很机械，甚至有点反人性，因为在股票大涨的时候，人人都想继续持有，期待涨得更高；在股票大跌的时候，人人都想割肉离场，避免跌得更惨。但是这种机械的再平衡策略，强迫你在高点卖出，在低点买入，从而实现了高抛低吸的理想状态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让你从情绪的漩涡中解脱出来，不用再去猜测市场的顶部和底部，只需要执行纪律就好。这个细节让我想到了生活中的自律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做不到自律，不是因为不知道道理，而是因为太依赖当下的感觉。今天心情好，就多锻炼一会儿；明天心情不好，就彻底放弃；今天兴致高，就多读几页书；明天累了，就无限期推迟。这种随性的生活方式看似自由，实则让我们一事无成。而真正的自由，往往来自于某种程度的不自由，来自于对规则的遵守。格雷厄姆的这种机械化操作，其实是一种高级的智慧。他承认了人类情感的脆弱性，所以用规则来替代决策。就像那个过桥的例子，既然知道自己可能会因为恐惧或贪婪而判断失误，那就干脆设定一个死规矩，不管桥晃不晃，车速多少，只要到了某个点，就必须执行某个动作。这种看似僵化的规则，恰恰是最大的灵活，因为它保证了你在极端情况下不会做出蠢事。书里还有一个让我感触很深的部分，是关于通货膨胀的讨论。格雷厄姆写这本书的时候，通货膨胀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每个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，但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货币贬值的风险。他说，如果你把所有的钱都存在银行里，或者买成固定的债券，虽然看起来很安全，但实际上你的购买力在一天天缩水。这是一种隐蔽的无声的掠夺。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简直是至理名言。我们很多人辛辛苦苦工作，省吃俭用，把钱存起来，以为这样就很安全。殊不知，几十年后，这笔钱可能连当初的一半都买不到了。这种安全其实是一种最大的不安全。格雷厄姆告诉我们，为了对抗通胀，我们必须持有优质的资产，必须是那些能够随着物价上涨而提高价格、增加利润的企业股权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盲目地去炒股票。格雷厄姆再次强调，必须是优质的资产，
必须是在价格合理的时候买入。这就回到了前面的安全边际和市场先生的概念。我们不能因为害怕通胀就病急乱投医，去买那些垃圾资产，去追那些泡沫。我们要找的是那些真正有生命力、有竞争力的企业，他们能够穿越周期，能够在通胀的环境中生存下来，并且活得更好。这个逻辑延伸到我们的个人成长上也是一样的。在这个变化极快的时代，如果我们固守旧有的技能，不愿意学习新东西，不愿意更新自己的认知，那我们的人力资本也在不断贬值。昨天的经验可能今天就过时了，昨天的铁饭碗明天可能就打碎了。所以我们也要像对抗通胀一样，不断地投资自己，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，让自己成为一个优质资产。怎么投资自己？不是去报一堆没用的培训班，不是去考证堆砌简历，而是要找到那些底层的、通用的，能够随时间增值的能力，比如深度思考的能力，比如沟通协作的能力，比如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。这些能力就像那些优秀的企业一样，无论外部环境怎么变，无论技术怎么迭代，它们始终是有价值的，而且是越来越值钱的。我想到书里提到的一个细节，格雷厄姆 himself 在晚年也经历过一些投资上的挫折，但他从来没有失去过信心，因为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。他说，投资成功不需要超高的智商，只需要正常的智力，加上稳定的情绪和严格的纪律。这句话简直就是一针见血。我们总是把投资想得太过神秘，觉得需要有什么内幕消息，或者有什么独家的算法。其实最核心的东西往往是最朴素的。书中关于价值投资的定义也不是简单的买低价股。格雷厄姆强调，价值投资是以深入分析为基础，确保本金安全并获得适当回报的操作。凡是不符合这些要求的操作都是投机。这个界限划得非常清晰。投机并不可耻，但你得知道自己在投机，得知道自己是在赌博，不要把运气当成实力，不要把偶然的成功当成必然的规律。很多时候我们痛苦，是因为我们明明是投机，却自以为在投资。我们听消息买股票，追热点买基金，心里想着赚一把就跑，结果被套牢了，就开始安慰自己说是长线投资。这种自欺欺人才是亏损的根源。格雷厄姆让我们诚实面对自己，你到底是在做什么？如果你是投机，那就愿赌服输，设好止损；如果你是投资，那就耐住寂寞，陪伴企业成长。这种诚实不仅适用于投资，也适用于人生的每一个选择。我们是不是也经常在做着投机的事，却期待着投资的回报？比如平时不努力，考试前突击一下就指望拿高分，工作上敷衍了事就指望升职加薪，对家人缺乏陪伴就指望关键时刻能得到支持。这种心态本质上就是一种侥幸心理，一种不愿意付出长期努力的懒惰。格雷厄姆的书读到最后，你会发现它不仅仅是一本投资指南，更是一本人生哲学。它教会我们如何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找到确定的支点。这个支点就是对价值的坚守，对常识的尊重，对人性的洞察。它告诉我们，不要试图战胜市场，不要试图预测未来，只要做好自己能控制的事情，剩下的交给时间。书里有一个画面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，在一个喧嚣的交易大厅外，有一个安静的房间，里面坐着一个孤独的投资者。外面是狂风暴雨，是欢呼雀跃，是痛哭流涕，而房间里的人只是在静静地读着报表，计算着数据，喝着温热的茶。他的脸上没有表情，哪点兴奋也不悲伤，因为他知道外面的热闹与他无关，他只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一步一步地往前走。这个画面就是
聪明的投资者最好的写照。聪明不是指智商有多高，而是指心智有多成熟，是能够在众人皆醉时独醒，在众人皆狂时独静，是能够忍受孤独，能够延迟满足，能够为了长远的目标而放弃眼前的诱惑。这种聪明是一种大智慧，是一种历经沧桑后的通透。我们现代人活得太急了，我们急着成功，急着成名，急着变现，我们恨不得今天种树，明天就结果。我们受不了等待，受不了过程，只想要结果。但是格雷厄姆告诉我们，真正的财富是需要时间来发酵的，就像酿酒一样，时间越久，味道越纯。任何试图加速这个过程的行为，最终都会破坏酒的品质。我读到这儿，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感动。原来慢慢来比较快，原来那些看起来最笨的方法往往是最有效的。原来我们不需要变得多么精明强干，只需要变得足够简单，足够纯粹。这种简单不是无知，而是看透了一切复杂之后的回归。书中还提到了关于分散投资的重要性。格雷厄姆说，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，这不仅是为了降低风险，更是为了保持心态的平和。当你持有一家公司的股票时，你会特别关注这家公司的新闻，稍微有点风吹草动，你就会心惊肉跳。但当你持有几十家甚至上百家公司的股票时，某一家公司的